近日，由于澳大利亚单方面撕毁与法国的潜艇合约，转而与美英合作，导致法澳两国高达400亿美元的潜艇项目告吹。法国与美英澳三国关系急转直下，先是召回驻美澳大使，随后又取消了原计划于本周和英国举行的国防会议。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相继发声，希望挽回与法国急转直下的关系，而澳大利亚则继续强硬态度。总理莫里森称，传统潜艇已经不符合澳大利亚利益，并驳斥法国不知情的说法。继做出永远不后悔取消法国的潜艇订单的表态之后，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周一抵达美国纽约，准备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再度就此事强硬发声，竟称常规潜艇已不符合澳大利亚需求，与美英进行核潜艇合作才是澳大利亚为区域和平稳定做贡献。We had made it very clear, I had made it very clear, that a conventional submarine would no longer be meeting our strategic interests and what we needed those boats to do. That had been communicated very clearly many months ago. We will engage with European leaders. Importantly, we'll continue to engage with ASEAN leaders. 而在前一天的采访中，莫里森还吹起了自己和英美的关系。他表示，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能够与拜登总统和约翰逊首相建立的三边伙伴关系，最符合澳大利亚的长期利益。据英国《卫报》报道，除莫里森之外，澳大利亚副总理巴纳比·乔伊斯也表态，澳大利亚不必证明其对法国人的亲密和感情，因为在2次世界大战期间，数以万计的澳大利亚人死在了法国土地上。外界注意到，比起澳大利亚的强硬态度，美英的调门则低得多。法新社周一消息，为淡化与法国因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机制 AUKUS 而产生的外交分歧，英国首相约翰逊急忙灭火，在飞往纽约的途中，约翰逊接受采访时称，英国对法国的爱是根深蒂固的，英法关系坚不可摧。他还提到 AUKUS 绝不是零和游戏，也不具有排他性。 As for our French friends, don't forget, we stand shoulder to shoulder with France in so many important ways. People don't realize this, but there is one country with which we already have a nuclear agreement to share nuclear testing, and that is actually France. 此外，白宫也急忙为牺牲法国这一盟友的利益找补。新闻秘书普萨基表示，总统拜登将在几天内给法国总统马克龙致电，对未来两国之间的合作做出承诺。美国《纽约时报》分析认为，澳大利亚之所以态度强硬，背后离不开美国的撑腰。根据 AUKUS 达成的协议，澳大利亚军事力量将有大幅进步。不过，报道同时指出，在走出采购重型武器和绝密技术这一步后，澳大利亚将本国在今后数代人时间内的命运与美国拴在了一起。这是一次重大的战略下注，赌美国将在全球大国竞争中获胜，并继续在太平洋地区作为一股占主导地位的稳定性力量存在，即便代价不断增加。澳大利亚研究所国际安全项目主任萨姆·罗格文质疑，澳大利亚政府押上全部家当，自行坐上美国的战车，但华盛顿是否会信守承诺，目前不得而知。这一次澳大利亚参与到英美的相关的这个所谓的防务合作里面的，可以视之为它最终在中美之间选择了美国方面，可能会成为下一步美国在亚太方面挑衅中国的一个马前卒，或者说跳得最高的这么一个角色。那么下一步我们说站在美国的战车的前头，那么给美国去火中取栗，对澳大利亚的整个的国家安全，包括对它的利益，必定会造成很严重的伤害。所以我们说现在对于莫里斯来讲，他所下的这个决心，其实很有可能是澳大利亚几年或者几十年之后一系列苦果的一个开始。不论如何，法国对于美英澳背信弃义做法的怒气值显然还在不断上升。被召回的驻美大使艾迪安周一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就在澳大利亚宣布和美英达成核潜艇合作协议的几天前，法澳两国官员曾会面，但法方并未提前收到澳大利亚潜艇交易将被取消的通知。艾迪安指出，自己被召回一事反映事态严重，法国已经对澳大利亚和美国失去信任。Our ministers made strong statements, and we felt really a strong disappointment by the decision, the Australian decision first. In terms of trust, which was there, which is not anymore there. Does your government feel betrayed
by the United States? Yes, of not being treated like an ally, who still, and even the American president said it, that France play a key role in the Indo-Pacific Ocean. So yes, we have this feeling. It's disappointing. It's disappointing. Is it a matter of loss of trust now in the United States? I'm sure trust can be rebuilt, but yes, we have an issue of trust here, indeed. 法国外长勒德里昂更是直接炮轰，澳美合谋撕毁潜艇合约的行为是野蛮且无法预计的，犹如欧洲在印太地区已没有任何利益，强调欧洲作为美国伙伴制定外交政策时必须理会欧洲的利益。无法忍受被插刀的法国不但选择召回驻美澳大使，甚至有意搅黄已历时3年谈判的欧澳自贸协定。外界注意到，在这一问题上，欧盟坚定地站在了法国这一边。周二，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德国议员朗格透露，欧盟与澳大利亚之间出现了信任问题，一些成员国可能要求在类似的协议中建立更多的安全和保障措施，所以欧澳双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预计将被推迟。欧盟委员会也表示，将对美英澳3国建立的新3边安全伙伴关系进行分析，同时评估与澳大利亚已经进行到关键阶段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At the end of the last round with Australia, which took place in June, it was agreed that the next round of trade talks would take place in October. So this is the current state of play. We are analyzing the impact of the AUKUS announcement and what this impact could be on this schedule. 2018年6月，欧盟与澳大利亚启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迄今已举行11轮谈判，涉及取消出口壁垒和知识产权等领域。有媒体分析称，如果法国反对，欧盟将不太可能推进该协定。那么这一次呢，法国方面再次成了美澳英之间的这个冤大头。那么欧洲呢，很多国家也感同身受。那么因此呢，我们说欧盟方面可能会借此为契机，在这个防务政策啊，包括在这个外交方面，可能做出更多的这种团结的一些相关的手段。但反过来说呢，我们说现在对于欧盟也好，对于法国来也好，那么因为我们说自身的经济还有国力的问题，所以不太可能完全脱离美国来进行单纯的行动。因此呢，下一步法国方面、欧盟方面的反应可能更多是在口头上。好的，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健。吴健你好，那么美法澳潜艇大战还在延续，诸多评论都在强调正演变成跨大西洋联盟的巨大裂痕。那吴健您怎么来看呢？没那么简单。美国推动美英澳联盟问世，甚至拿法国的军火买卖来祭旗，吃相是难看了些。但客观上，有点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法国乃至欧盟的一些国家，却没有像我们期望的那样，不再追随美国军事介入亚太。这一点上，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有一些军贸合同上的矛盾，就过分夸大他们的分裂。就像法国报纸里说的，法国既是欧洲国家，也是太平洋国家，更是民主国家。这种身份认同不是商业斗争所能打动的。我仅举一例，迄今为止，法国就毁约所做出的反应都是外交层面的，可实质上的军事合作呢，没受什么影响。你瞧，法属新卡里多尼亚的港口继续向美澳海军开放，法国海军呢，照样参与美国一系列的亚太军演，还积极的和美日澳印4方进行一个互动。所以我们要明白，可预见的未来，法国及其为首的欧盟仍会在亚太跟我们搞事情，插手亚太。没别的，谁叫未来20年世界的重心就在那儿了。法国哪怕吃再大的亏，也得在此有一席之地。从我们的角度看，潜艇门确实暴露出西方不是铁板一块，因现实利益的冲突，他们内部会产生矛盾，继而产生政策上的分歧。而我们呢，也不妨把事情做得更深入些。一方面呢，要进一步的做好宣传和示范，强调我们绝不像西方那样在亚太画什么排他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会把主权安全底线守得牢牢的，列出负面清单，不许他们触碰核心利益，比方说台湾、南海岛礁主权等等。
要知道，今天的大国对举，谁虚弱谁强大，谁更有希望赢得明天，都是掩饰不了的。基于这样的战略自信，中国不怕各方来亚太，反而有可能借此调动各方，把试图龟缩中国、搞乱亚太的迷梦冲得七零八落。